八英老爷在吗？毕八英，这位先生客气了，有什么见教？知道八英老爷一直在徽州和草原两地做茶叶生意，我就是本地茶商，带了一些我家的样茶过来，希望您看看。山不转水转呐，啊！不怕告诉你，古大，这间客栈里住的所有茶商都是你侯二爷我的兄弟。我现在送你一句话：俩山叠一块儿，你给我出去！还敢跟茶商会作对？哼！古先生在吗？我要茶了。靳大奶奶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靳大奶奶，您就是靳大奶奶。二兄弟吧？那日不巧，我去了大同分号，说是二兄弟来过，饭没捞着吃，茶也没捞着喝的，我这不落忍劲儿的，赶紧来赔个不是，对不住了。哎呦，不敢不敢，靳大奶里边请。哎，娘啊，娘，这是我山西的朋友。给老太太请安，祝老太太身体安健。快起来，快起来！请客人到里屋去喝茶。老太太，我扶您进屋说话去。哎，我们当家的还得老几位问你好呢，带来礼物啊，我也都捎来了，赶紧过来。是，大奶奶，大奶奶。哎哥，这些礼品是真的假的呀？你不信啊？把箱子打开自己瞧。大奶奶，这次真的是麻烦你了。古兄弟，在外面那点野性子，回到家都收起来了，看你还真是新鲜。你好歹也是我们的会手啊！哎呀，那都是假的。这孩子又做什么会手啊？又回老太太话，古兄弟啊，是我们山西票号商会的首领，山西3000家票号，只要古兄弟的一张字条，自当人人遵命。话说我来晚了一日，应该向会手赔罪。哎呀，不用这些礼节。娘啊，大奶奶她开我玩笑呢。我有些话想跟大奶奶单独说。客人远道来，你们要好生招待啊！乡下人礼数不周，请大奶奶别见怪。老太太这话我可受不起，您老先坐着啊。大奶奶又何必亲自跑一趟呢？离开山西的时候我也讲了，以后就没有会手这一说了，您就别开我玩笑了。古兄弟也能住在这里泰然处之，真正是大英雄啊！那些得罪你的人啊，全是瞎子。哎，我现在就是一个茶农，谁都可以得罪我。倒是大奶奶您，千金之躯跑这么远的路，我心中实在是惭愧啊。这句话就说的不对了。以我们的交情，古兄弟啊，这千里万里的都得朝发夕至啊。当家的身子弱，不方便出门，我若不亲自跑一趟，那是断不能放心的。怕你用的不方便，全部换成了京城4大横的银票，1万两一张，一共20张，现银兑付，不知道够不够使？我也用不了那么多呀。用不了就存着呀。我当家的说了，难得古兄弟能开口，我们可是太高兴了。小小一个安徽的茶商会都敢挡古兄弟的道，真是让他吃了猪油蒙了心了。只要你一句话，咱们把安徽所有的茶叶都买下来又如何？反正李大哥是做茶叶的，路子有的是。我现在就是一个种茶的，跟村里的人赌口气，也不想弄得地动山摇的。不管怎样，在这里谢过靳大奶奶了。行，听你吩咐。如果没别的事儿，我就先告辞了。这商场如战场，一刻都耽误不得。这么快啊？不留下吃口饭吗？你以为我来安徽只有一件事儿啊？听说合肥就要克复了，我这一路过来就是来看看什么时候可以把银号开过来。古兄弟，你有你的生意经，我也有我的生意经。古兄弟，少送。不让须眉，自当如此。加点小心啊！
跟你们说啊，这所有的茶呀，都按照等级分开放好。这仓库不够用了呢，我们可以再租。我哥说了，只要是来送茶的，只要是头等，都按照比茶商会高一成的价格收下来，知道吗？是。二爷，船租好了，您看看去吧。看看去。看看，觉得怎么样？哥，你可真有闲情雅致啊！哎，我听说这个万茶大会，那没有个人参加的，都得是各省的茶商会。我们这样愣头青似的，行不行啊？这天下事都得豁出去干。怎么，没有他们，我们就没路走了？那不是有规矩吗？规矩，规矩都是他们定的，只对他们有利。我还有我的规矩。不为了我自己，为了这蓝雪茶，我也得争口气。这样好的宝贝，落在世间无人爱惜，也不冤死。哦，对了，你马上安排好人照顾咱娘。吃了午饭，咱们动身去京城。真的啊？商场如战场，有些事儿就是这么急如星火，耽误一刻，我要你脑袋。哥，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啊？来一口。我不喝，我都困死了。就快过山东境了。本来想着这一次回来，可以做一只太平鸡犬，在家里好好服侍老娘，可没有想到，还是要四处漂泊，这可能就是命了。哎呀，话说我还是第一次去京城呢。你想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我还挺想出去逛逛的。这以后成了亲，老婆孩子一大屋的，倒没那闲工夫了。四处跑，也有四处跑得好。你看过草原上的星星吗？那里的星星跟这边的完全不一样，很亮，很美。哥，你说的是什么呀？这回出门前，娘跟我说，就当跟你见见世面，生意做成做不成的不重要，主要是平安。你也是，就当散散心，别老想着白小姐的事儿。我已经想明白了，一梅她是个人，又不是个物件，她喜欢谁不喜欢谁是她的自由，连她爹都做不了她的主。但有些人就不一样了，他是在里面的，半夜酒醒，推枕而起，感觉心口憋得慌，就好像喘不过气一样。哥，你今天好奇怪啊，你怎么了？酒喝多了。我想送你点礼物。我看书里写，读书人在送行时都会写诗互赠。我不会写诗，我背几句今早读到的诗来送你。风雨无悔。
忽有故人，心上国。似贫似小，两茫然。闺女，这趟跑山东满意吧？我又接了一趟去江西婺源的活儿，那边我陆领导的朋友多，风景又好，咱们再好好去玩玩。能不去吗？我想让你歇2天，这显得我多不孝呀。你倒说起我来了，那你倒是开心点儿啊！凡事啊，要拿得起放得下。哎呀！这是爱回来的顾平原老爷吧？你是？我是金大奶奶的伙计，我姓崔，你叫我崔祖师就行。原来是恒昌号的朋友，辛苦了，小心卸货。哎，伙计们卸货小心点啊！顾老爷请，哎，二爷请。啊，往前啊！哎，来，哥，你这北京朋友还不少啊。上一次从这里离开的时候呢，我是披枷带锁被人押着走的。要不是万不得已，这辈子都不想来。哎，顾老爷请，哎，就这马车。苏小姐怎么跑京师来了？听说你那万茶大会搞得挺热闹啊，我过来讨杯茶喝，成不成？参加万茶大会的客商，凭着户部发下的令牌，验明正身在即。外闯者，重刑。完了，你这朋友把咱坑惨了，他不来，咱们怎么进去啊？糟了，这回。关门啊！谁关门？哎，谁呀？放我出去！谁关门啊？啊，少爷，就今儿一天，老爷下此命令，说您出去走半步路，那就是换头路。您哪儿换什么头路？你敢？人都认好了，我开门！你别愣着，你想想办法呀！这么大的王府，不可能只有一个门，咱们再找找，看看有没有其他门可以进的。往那边走。给我。公公康健啊！请起。让财神爷给我做揖，咱家的面子可不小啊！公公红光满面，我看呐，您是修道有成，这要得道成仙呐！哪儿啊？
咱家修道都是为了多活几年，好伺候王爷呀。是，您得着。哎，有个门，快！对，猴崽子，抢什么抢？赶着投胎呀！干什么你？这摔了你可赔不起！去，好大的口气！放着骆驼不吹牛，你信不信我揍你？哎，你摔着了吗你？让人家先走。你们先。你怀里边抱的什么呀？那么金贵。说出来怕吓着你。那你吓我一下，我可好久都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。我们家种的蓝雪茶，这等闲之辈可喝不起。万茶大会的魁首。行，胡吹大气！这万茶大会刚开，您这魁首怎么还没进门啊？没摇牌。这浑人倒也有趣，让他跟我们一块儿进去吧。我倒想尝尝这茶，蓝雪茶。这名儿倒不错。跟我吵架，这是男的女的？他们京城人说话怎么不男不女的？不男不女，我看到像个公公。啊？进去以后给我少说话。走。高亲王，纯亲王到。奴才给王爷请安，给王爷请安。王爷，各省的茶商会都已经准备就绪了，请王爷的事。王爷说了，从安徽茶商会开始。承让了，承让了，承让了。招招，兵爷，我们是参加万茶大会的，你拦着我们，那真耽误了事，你担待不起。你们进得了大门，知道怎么进二门吗？兵爷，我们是乡下人，刚才进大门也是同乡帮着办的，如何进这二门，还请点拨一二。进二门的门包，5000两。5000两。你们两个1万两，还得说清楚你们是哪家茶商会的，少不得我派人跑一趟，让你们茶商会的会首出来领，我才能放行。明白。怎么办啊，哥？这1万两银子我倒是可以拿出来，但是你指望那个胡老太爷领我们进去，那是绝无可能的。我就说不该得罪他们呢。此茶只在黄山南麓一带种植，山高谷幼，枝深叶茂。这茶一枝一芽，一经炒制，如银龙入宫。老七，你看看，嘿，这安徽茶商还有个唱戏的。哎，六哥，你这糊弄谁呢？你没听说过啊？拿这绿叶子直接泡茶，这我懂啊，这得炒，还得杀青啊。你着什么急呀？啊，这安徽茶商千里迢迢把这么大茶树运到京城来，用了不少心思，你就瞧好吧你。这有点意思啊，这个头回这么喝。哎，之后别的茶还怎么喝呀？啊？
站住！小的是湖北茶商会的。本部5.5，走人。走。又走，谢谢啊。安徽茶商会为王爷献上上好的屯溪银蚝。来了，尝尝啊，现炒的。二位王爷，这是安徽茶商会进献的屯溪银蚝。嘿，六哥，哎，光这功夫啊，值个魁首。你着什么急啊？有的是人孝敬他们，咱不用慌。哎，这千里迢迢的来，连个问茶大会的毛都没看见。这但凡能进去凑个热闹，我回去也有的吹啊。哎，嘿，怎么不进去啊？不是要拿魁首吗？这不是那不男不女吗？我们进去一看，里边的人都不识货，不知道，我们就出来了。吹吧你就，让人轰出来了吧？小安子，过来过来，我们家主子想尝尝你们家蓝雪茶，成不成啊？来了。哥，那个人说这是他们，别说了，少废话。四川茶商会奉上5枚绿茶，请王爷品鉴。四川茶商会奉茶。在下徽州茶商古平原，不知道大奶奶怎么称呼啊？你这人忒也无礼，哪个是你奶奶？您落落大方，一身贵气，旁边还跟着公公，不是福晋那就是格格，怎么样也是一个在旗的大奶奶。不知我这么说错了没有？聪明，那就请吧。哎，咱们的家伙事儿拿出来。我说二位，带这么多，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只是这里没有水和烧水的炭。不知这位公公在王府里可有相熟的人，帮我们借一借来可好啊？哎，别动！小子，干什么？想干嘛？先跟大奶奶告罪了。想必大奶奶的手上和袖口上一定沾有一些胭脂水粉，就怕这些花香如果散在茶叶里，会影响了这茶叶的口感。你这人讲究到多。好，我不动。等大奶奶真正品尝了我家的蓝雪茶，就会知道我所说的是对的了。这可都是好东西啊！
师李家敬献窖藏金丝龙团。咱们可远不如里面的六爷，他是万茶大会，咱们只喝一种。您喝的是魁首，六爷哪能跟您比呀？这是京师李家敬献的金丝龙团。这蒙不了我，这是宫里的玩意儿。这茶可是李万堂供奉给御前的。真是奇了。大奶奶，怎么样？每年安徽都有贡茶，怎么没有这等好茶？问一问，这样的好茶都给谁了？您问别人都没用，只有我家的茶园种出来的茶才有这般味道。为何呀？这些年两军交战，把我家的茶园一把火都给烧了。茶园里之前种的，那都是几十年的老茶树，是我们的命根子。可反而就是这样一把火，它改了地脉，变了土质，之后种出来的新茶便有这股淡淡的兰花香味。再加上我家请的炒茶的老师傅，他用的是一口上百年的大铁锅。这老师傅平日里舍不得用真茶叶来练手，用的都是松针。那久而久之，这松针的香味沁到了这口老铁锅里，便形成了如今蓝雪茶这股独特的味道。只是，可惜了。可惜什么？可惜，这万茶大会就是为了敛财。进个大门就需要3000两的门包，二门需要5000两，8000两银子才够进一次门。那想要夺得魁首，得花多少银子？这银子从哪里出呢？这些年一直打仗，茶农本就奄奄一息了，难道还要再将他们扒皮食肉吗？